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7月14日星期一，佛历8月夏初4，万象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2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基普，涨幅 0.03%。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1.4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5.69基普，涨幅 0.87%。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 0.1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上周五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27.22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38.71 点，跌幅 2.83%。开盘 1365.93 点，最高 1365.93 点，最低 1324.98 点。成交量306300股，成交金额5亿5226万8千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50基普，交易量28万1000股，其次是浦西开发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50基普，交易额5亿902万5千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93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2万基普，涨幅 0.0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7月9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4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3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2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外交部长出席东盟与对话伙伴国外长会议。7月10日，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在吉隆坡出席了东盟与各对话伙伴国的外长会议以及第26届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老挝作为东盟加拿大合作协调国，外长通沙万峰威汉与加拿大外长共同主持了会议，双方高度评价了战略伙伴关系进展，并推动加速谈判新的5年行动计划和自由贸易协定。在其他双边会议中，探讨了未来在贸易、投资、能源、数字化、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深化合作，并就新的行动计划或联合声明达成共识或原则同意。第26届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则回顾了现有合作，并支持马来西亚提出的加强金融合作声明提议，以期在2025年10月峰会通过。2. 占巴塞举行洪灾救援演习。7月11日，占巴塞省灾害管理委员会举行了水上救援演练，旨在帮助洪灾受害者。演练由占巴塞省省长阿伦塞孙纳拉及其团队领导，省内各部门和机构代表积极参与。借此机会，省政府还提供了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占巴塞省的水上救援工作。3. 交通运输部长视察万象快速公交项目进展。7月12日，交通运输部部长莱凯西维莱视察了万象快速公交项目。该项目于2018年7月启动，旨在改善公共交通和城市交通管理。目前，项目建设已完成 81.5%， 预计12月完工，2026年初投入运营。其延伸段至瓦代国际机场和中老铁路万象火车站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该项目总长 12.9 公里。从法昂纪念碑到老挝国立大学，沿途设置26个车站，配备55辆快速公交车，每辆可载客90人，并特殊设计以服务普通乘客及残疾人士。莱凯西维莱部长对项目进展表示赞扬，强调承包商应加快建设进度，并加强对公众的宣传，确保项目顺利完成并发挥其重要作用。4. 老泰同心艺术展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7月10日，为庆祝老挝与泰国建交75周年，老泰同心艺术文化展在万象举行。老挝教育体育部副部长达拉晚吉提潘和泰王国驻老挝大使莫拉戈特西萨瓦等嘉宾出席。达拉晚吉提潘副部长表示，
此次展览通过文学艺术表演、两国特色舞蹈和老态艺术家绘画展，是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标志着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在共同成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也展现了两国悠久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巩固此友谊。5. 老挝查获假冒传统药物。7月11日，老挝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称，在7月3日，该局官员联合警方对2家传统药物销售点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查中发现多项不符合药品和医疗产品法规定的问题，包括销售点未经许可运营、未持有药学专业注册证书、所售药物未经注册、无进口许可证，存在走私行为。未经边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检查，当局认为这些药物质量无法保证，因此已将所有涉案药物查封并扣押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时相关药品的负责人已被传唤，将依法依规处理。6. 沙湾拿吉发生3车连撞事故致2人受伤。7月11日晚11点44分，在沙湾拿吉市三多餐厅旁，一辆轿车追尾一辆皮卡，皮卡随后撞上前方停靠的另一辆车，导致3车连撞事故。事故造成2名男性受伤。初步检查显示，伤者有胸部挫伤、身体擦伤，并有醉酒和意识不清的症状。救援队已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急救，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7. 坎套县庆祝国家放鱼日。7月11日，沙耶乌里省坎套县在南塔水库隆重举行了国家放鱼日庆祝活动，坎套县县长西坎坎马尼出席并主持。坎套县农林办公室报告称，2025年该县计划投放900万尾鱼苗，活动当天已投放 8.6 万鱼尾，并鼓励各界投放剩余鱼苗。截至目前，已完成计划的 61.12%。县长西坎坎马尼强调，政府重视水生动物保护，通过立法促进养殖、繁殖和保护，防止水生生物数量下降和灭绝，并呼吁全民积极参与水生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保护，确保水中有鱼，田中有稻。8. 沙耶乌里省通米塞县因强降雨发生洪灾。7月11日，沙耶乌里省通米塞县萨旺村和塔村地区遭遇洪水，此次洪水是由于连续数小时的强降雨所致，对当地的农业区域和交通道路造成了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